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人工智能推动科技巨头在股票市场崛起，但面临各国监管。专家认为，监管应集中化，解决因人工智能行动和数据收集造成的不公正问题。下一条，高盛 CEO 所罗门认为 AI 不会形成泡沫，而是将带来生产力的革命。高盛已推出 AI 驱动的 Louisa AI 等项目，以改变华尔街交易。接下来这条，微软 Copilot 是微软推出的生成式 AI， 旨在提升生产力。它包含一系列产品，包括 Outlook 中的摘要、Teams 中的转录、GitHub Copilot 中的代码生成和用于一般用途的 Windows 和网络版 Copilot。让我们关注，受经济数据缓和衰退担忧的影响，本周股市表现强劲，标普500指数上涨近 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飙升超过 5.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近 3%。 随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下周的经济数据相对平静，市场焦点将转向美联储。接下来这条， Chipotle 前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将出任星巴克首席执行官。尼克尔曾任职于宝洁、Yum Brands 和 Chipotle 等多家知名企业，其履历证明他拥有出色的领导能力。星巴克目前面临运营和文化危机，尼克尔的加入有望改善这种情况，但他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需要在3年内做出重大改变。接下来这条，沃尔玛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谨慎，关注必需品，但没有出现大规模消费降级。整体来看，经济正逐渐降温，劳动市场更加平衡，消费者财务状况仍较健康。尽管零售额创纪录，但增长趋势趋于平稳，这与其他经济指标降温一致。整体而言，经济降温并非坏事，因为通胀保持在低位，企业仍能通过运营杠杆实现收益增长。让我们关注，高收益的灾难债券面对争议，因其风险回报机制可能偏向部分发行方。牙买加的一起案例表明，灾难债券可能在灾害发生时不触发赔付，引发了公平性辩论。接下来，从苹果播客、Spotify 或您收听其他播客的任何地方收听和订阅 Opening Bit， 向科技大师学习。接下来，沃伦·巴菲特在保留长期持仓的同时，也会经常调整当前持仓，有时还会清算并建立新持仓。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季度买入了6只股票，包括2只新持仓，并清仓了9只股票，完全退出2个仓位。由于巴菲特的出色业绩，许多买入的股票应该会有良好表现。在他的领导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复合年化收益率几乎是标普500指数的2倍， 19.8% 对比 10.2%。 接下来，华尔街预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确认将降息，但如果焦点从是否降息转向降息幅度，股票交易者可能大失所望。让我们关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将对市场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位候选人均专注于遏制通胀以赢得选民支持。下面这条，特斯拉正与法庭就恢复埃隆·马斯克报酬进行斗争，提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会改变公司法的规则，股东可以推翻法官的决定吗？电动汽车制造商表示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这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哈马斯为停火和人质交易负责。美国外交部长布林肯抵达特拉维夫促成协议，谈判正在进行中，但以色列有底线。美国官员认为达成协议的努力已进入最后阶段。接下来这条，破肚食品召回超过75000公斤冻鸡块和鸡条，因有顾客报告发现产品中嵌入金属丝。被召回产品包括指定批次的破肚面包鸡条、屠夫和有机鸡胸肉块和破肚 Simply Smart 有机面包鸡胸肉块。最后一条，智利埃斯孔迪达铜矿工会表示，如果公司不尽快在合同谈判中纠正立场，可能在晚些时候重新发起罢工。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